大家好啊，今天是4月26号啊，今天是星期六。这两天没怎么更新啊，出来散心啊，没有在那个家里面，因为最近我们那儿的游客也很多啊，然后海边也住惯了嘛，就想换个地方玩一玩啊。这里的话是山上啊，还是挺舒服的。都是那种就是一个一个的度假小屋吧，所以这两天也就没有怎么更新啊，就安静的休息一下。坐下来聊一会儿啊，像这个星期啊，今天你星期六了嘛？这个星期啊，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星期啊。像川普的关税战、贸易战啊，这个星期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像俄乌战争的会谈啊，也是啊，又是让人就是有出乎意料的一个反转。所以吧啊，这一周的这个资本市场啊，像这个美股啊、黄金啊、比特币啊都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啊，这一周如果好好把握的话啊，能够反复的做一些 T 啊，就日内的交易或者隔日的交易啊，那么对这整个一年来讲啊，那么这一周的布局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啊。那我们还是讲几个这几个重点的事情啊，来分析一下啊。首先讲一讲这个关税战吧啊。川普真的是反转了啊，这个不得不说，他说中国跟他已经开始在谈了啊，但是中国反馈啊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做的川普他乱讲，对吧？那么川普呢，我觉得他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对中国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自己也不是特别的能够有把握啊，因为现在我觉得中国的反应超出了他自己的原来的一个认知啊。那么你说中美最后这个关税战必然有一个就是胜利或者那个输的人嘛啊？我觉得之前的视频我也说过啊，我觉得不太会啊。如果全球第一经济体和第二经济体你持续的去对抗的话，他们两个可能最后没有分出胜负，其他的国家都已经吃不消了，对吧？因为你这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像那个最近有很多做外贸的人就说他说我这个货本来人家你下好订单了，但是现在关税一下子这样执行，目前又没有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货运到美国去他就要承受损失。不运的话呢，他自己这个货又做完了，就要亏损，对吧？所以就是像这样的时刻包括美国也是的，美国有一些这个厂家吧就是人家下了订单，现在一下子碰到这个关税，他卖给顾客，他一下子涨很多钱，他不一定敢保证就是顾客会去买呀，对吧？那万一顾客不买呢？这个东西就全部他要吃进去。万一就是过了一个月，川普又说，哎，现在我们达成了什么协议，那他这个怎么办？就变成自己的损失了所以就是，这是商家嘛，你这种小的国家也是的就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那么你像发生的比较大的一个强硬的事情，就是中国拒绝接收波音的飞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马来西亚他站出来说，他说那个中国这个波音的飞机他不要，我要我来买当然也不知道这个马来西亚这个举动是他自己的自发的还是美国就是让他说你来站出来说要买一买，对吧？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好像是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这种感觉，对吧？那么中国马上就反制了中国说不允许就是
有国家啊，在就是关税战的这样时期伤害中国的利益啊。如果这样的话，他说他也要产生报复啊，他就其实这个喊话就是喊给其他国家听的。所以呢，我觉得波音这个飞机啊，就算真的马来西亚去买了，或者别的国家去买了，对波音来讲也不是个好的事情，对吧？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是租赁的啊，就能够买飞机的啊，并且肯定中国的这个自产的飞机跟波音也是有很多的技术上的合作，对吧？包括什么零件啊什么，所以这种可能就是暂时的一种压制啊，我不觉得就是以后中国不会再买波音的飞机了啊，我觉得这是暂时的一种谈判的当时的一种手段啊。但是呢，我对这种很快的达成谈判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专家也好，或者有一些分析的啊，他们觉得很快的，中美就能够达成一个谈判啊，我觉得不太会啊，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它可能就是要完全的让这个川普把这个关税给收回去啊，就是当没有事发生一样但是川普呢，他肯定是不肯的，对吧？因为他已经就是这个措施已经这么做出来了啊，然后其他的国家都看着，然后他也跟很多其他的国家都在一边谈啊，就你中国现在要我如果全部都吞回去，那他面子往哪里放是吧？而且他这个事情就会显得特别傻逼嘛，就等于他完全失败了，对吧？那么川普他这个人，大家也知道啊，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对吧？就他之前上一次选总统没选上啊，他也说是别人作弊的啊，他说他没有失败，他是赢的啊。但是你反过来说呢，你川普他自己呢也是就美国历史上第二个就是第一任当完以后，第二任没连任，然后第三任又继续当上来的这个是好像历史上只有一个他是第二个，所以他的这个就他的能力就我不觉得川普是白痴，对吧？因为很多我觉得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什么白痴，或者说不学无术的人，或者说一个很傻的人满口谎言的人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他独特的能力的不然的话就是起码他搞的这些政策，对吧？你说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讲，他搞的这些政策我觉得是非常独特的就大家会觉得很烦，对吧？因为他搞的那套东西不是就是说学术体系里面的就不是这种传统政治家会做出来的这种风格都觉得他这个出招很诡异大家都害怕。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他肯定也在他肚子里面也在想一些就是很诡异的东西，对吧？就是怎么样应付当前的这种局面。但是在中国这边呢，我觉得就是时间优势对中国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毕竟马上就是美国又要进行一个中期的一个选举那么如果就川普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本身自己有那个像民主党就反对川普，对吧？然后川普现在的这个行为呢，又得罪了很多盟友和其他的国家。你像有一些国家吧，你比如说像日本，像什么越南日本现在是很强硬的像越南他说我什么100%免关税，或者很多一些国家100%免关税，或者说就默认了，像什么新加坡这，我觉得他虽然嘴上是他这么说，他们也表达了他们不满对吧？你像新加坡就明的表达了他的不满所以就是一片不满的声音，然后这个中期选举，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很有压力的就现在不说民众就是美国人他去买东西会损失多少钱，就整个现在这样的就是很乱，对吧？就像我前面说这个厂商的事情什么，就是一片这种乱局这个让大家我觉得会不满意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压力那么也对于中国来讲，或者对于其他的
在关税战、贸易战受害的这个国家来讲呢，这是一个优势就是时间上的优势。俄乌这一块本来这个星期呢，俄乌协议是要签的然后呢，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又跳出来又说这个协议又不签了，要那个俄罗斯把之前占领的一个克里米亚吧，要还给他，还给乌克兰这个当然不知道是泽连斯基跟美国之间唱的这个双簧是吧？是演戏还是泽连斯基他自己真实的这个想法那么站在就是美国的角度那么就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的，反正像美国的这些官员吧，像副总统还有像川普对吧？川普他也发了很多推特，那个副总统也站出来说了说这个什么再这样下去美国就不管了。那么美国不管了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大家都很头疼的就是这个俄乌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就乌克兰还能维持，一方面嘛跟欧洲的支持有关系一方面嘛就是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跟武器。那如果现在美国不管了，那就变成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还有欧洲欧洲美国如果真的不管了，那欧洲肯定要顶上来的欧盟的这些国家的想法呢，他们是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不公正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战争没有把它打赢，或者没有就是击退俄罗斯，那么对于未来就是这是个很大的隐患，对于整个欧洲来讲。所以呢如果形成那种局势呢，欧洲加乌克兰如果继续这么打下去呢，那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也是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因为这个后面就不知道预期了嘛，就到底是还能打多久双方会不会退让都不知道了，对吧？我觉得这也不是就是普京想看到的。但是呢，如果真的形成那种局面了，那美国其实又站在边上了，对吧？就像二战的时候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泽连斯基他跳出来这么说，就不清楚到底是他自己这样想，对吧？还是就是川普支持他的跟他一起演戏的，对吧？希望这个俄罗斯退让那如果是泽连斯基自己执意的这么做他自己的坚持，那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后面就要拖很久如果是他跟川普是联合起来的那么其实就看俄罗斯了，对吧？俄罗斯他权衡一下利弊那么是想让这个战争停下来，还是怎么样，对吧？那如果是两个人商量好的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好办因为等于就是其实还是双方就是俄罗斯还有就是另外一方在谈判，对吧？如果是泽连斯基自己的想法，那就变成了多方就是又是美国又是俄罗斯又是泽连斯基所以这个就比较复杂，对吧？就比较难，而且我也不觉得就是川普真的能够去把那个泽连斯基就是换掉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管了，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就是泽连斯基自己的意愿因为他去把他换掉欧洲还有这么多人支持泽连斯基，这个欧洲肯定是不满意的。我觉得是这个事情就越搞越乱了，对吧？就不太会这么做最多就是他不支持了然后他站在边上看，对吧？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但是我大概率我认为这是川普跟泽连斯基他们的联合的包括欧盟什么的因为他们的想法还是想让俄罗斯就是付出点什么或者就是说这个事情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吧，对吧？所以我的想法里面还是这个协议最终我之前我的视频就说过要几个月那么现在其实也才过了1-2个月吧，那最终我觉得还是会在几个月里面会完成的这个时间不会拖得太久有的网友说这个川普最终还是怂了其实我觉得呢，就是
站在大众的角度来讲，那么确实川普他是怂了他确实说那个他觉得关税太高了他要给中国好好谈，对吧？就感觉就是他急着要跟中国去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站在川普他自己的这个行事的风格什么他不觉得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有弹性的人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他这个人呢，确实跟普通的人不太一样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如果说他是一个20-30岁的人普通人，那么你说这人他妈特别傻脑子有点问题，或者怎么样，行事反反复复的这个可能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作为一个就是60-70岁的人已经有了一辈子的阅历，对吧？然后他又当上了美国总统，并且是第2次当上美国总统。而且我们去看川普这个人，他只要是就是他在做总统的时候，他的这个新闻基本上是霸占了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包括自媒体，就每个人几乎每一天都要谈论他，报纸上都会有他的新闻。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说他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我觉得我是不认同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种行事的风格呢，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就算你觉得他怂了，但是如果他觉得这样的方式能够达到目的那么对他来讲，他就是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对吧？因为普通的方式就是如果过去那些美国的总统也好，或者政客也好，他们就是执行的这个方案是有效的话，那这个什么美债什么怎么会就越搞越多呢？对吧？所以就是说，你就现在就是以他当政了几个月，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不能就说他已经怂了，已经失败了，对吧？因为他才做了又没多久，第二个任期并且就我也看到就是说有些对他的支持的人还是挺多的，就有的人就觉得他执政了以后，给那个美国的那个警察什么的反正增加了什么预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治安什么都变得更好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原来这种感觉乱七八糟的事情，对吧？就是什么性别上的一些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得到更多人传统人的这个认同的，对吧？最后还是再聊一下那个美股那么我觉得像美股像什么特斯拉呀，像什么英伟达呀这些现在都已经逐渐的走上了正轨尤其是特斯拉，特斯拉现在的这个技术上的表现来看呢，是非常的好看的然后呢，我自己因为是比较看好英特尔嘛，对吧？英特尔的话，我觉得这2天出了一个财报，财报以后呢，它的这个股票又进行了一个下跌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呢，英特尔呢它是一个应该来说再次探底并且呢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底部吧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因为上一次之前也有一次财报是非常的不好，然后那次英特尔是一个从$30多一下子滑落到$20吧，反正就当天一下就跌了10%几20但是这一次它的这个财报出来以后，其实下跌的幅度是有限的，并且呢很快的应该来说还是会下周我觉得它就会涨上来